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来开箱这盒 Keroro 新机器人，距离上一次 Keroro 出新模型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这一次配合新的剧场版出的模型，4只都有，5只都有啊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，以及最后我的一点小心得，还有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2026年的 Keroro 机器人表现如何。哈基梅马秀。板件数量8片，几乎都是新板件，没有像之前沙漠钢弹改 EW 那种要给其他4小强共用的板件。唯一的旧板件就是老样子的光束剑特效，2007年的，也是老手段了。其中还可以看到 A 板件有剧场版制作委员会，算是宣传新电影吧。补色贴纸这一次是全胶贴，上次看到全胶贴印象中是 G-Fred， 可以看到3种的眼睛 ，Keroro 的招牌星星标志。以及瞄准镜等，旁边没有编号的贴纸，按照说明书上是说可以自由使用。可以看到 HG Keroro+ 的字样，库鲁鲁草长实验室、K 龙文字等，还有一些警告标语。特别提一下这个万能兵器化饮料，印象中是第3部剧场版出现，把初钢模型变成真武器拿去打架的关键道具，看得我这个老粉也是情怀满满呐。来看一下组装后的外观，因为是 Keroro 专用机。整台机体都充满着 Keroro 的元素，特别是看过去就最吸睛的头部，整颗头就是 Keroro 的造型，配色上也是几乎全部用了 Keroro 的颜色，本体的绿色跟帽子的黄色等。喷射背包大概是要增加整体的视觉差，用的比较深的墨绿色做搭配，效果我觉得蛮好的，不会说太视觉疲劳。此外也是致敬不少钢弹的成分在，不过也都换成了 Keroro 的风格，像是天线中央的造型。被改为了 Keroro 的星星，小腿的外侧也有凸起的星星造型等。此外，在各处都有没有用上的孔洞，或是在有部位插入的孔洞周围有没有用到的卡榫位等，肯定就是为了之后的合体做铺陈。之后买其他盒时再来看。除此之外，组装完成之后，有仍然还在板件上的零件，说明书上是没有打叉叉的，并且写自由使用，不清楚是不是也跟之后的合体有关系。来看一下各部位的分件跟结构。首先是头部，头部可以说是整个头部加躯干，毕竟头部一下开始就直接是腰部跟腿了。一开始组装时，先拿到的就是驾驶舱零件，可以说这个驾驶舱细节满满，从座椅到旁边能量罐再到油门，都有好好刻画出来。接着看到面板，也是很猛，仪表板跟操纵杆也是给好给满，正中间还可以看到 Keroro 的星星标志，可以说一开始组装的印象分数就几乎拉到满分哦。大饱眼福，驾驶舱盖以掀起的方式打开，主监视器采用透明零件，带有些微的金属漆感，可惜没有荧光效果。再来就是套上外装甲跟内部关节的设计，装好后的装甲层次感很丰富，有分件以及高低差带来的立体感，我个人是很满意。值得看一下的是嘴巴，以往都是用补色贴纸带过去，这一次总算给出了分件分色。接着就是装上头顶4轴的黄色帽檐跟散热口。也是都很有诚意的给出了分件，其中天线为了安装光束剑特效，在内侧有给出安装的插槽分件，到这边会产生分歧。说明书上是写安装完整的天线，或是直接将头部的星星装上，连散热口都不装。我是还没看过电影啦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跟战损有关系，或是试作中之类的，先别跟我说，我想自己进电影院看哦。再来是手部，标准设计的2段关节可动结构。套上外装甲也是常用的简单步骤，不过在套上上臂外甲时，会看到配合关节造型的凹槽，倒是蛮少见到这种设计的哦。接着在肩胛采用连接轴稍微长一点的球形关节，透过简易的设计达成肩胛的可动。组装好外装甲后，最后装上肩胛的上盖，会看到很棒的装甲无缝。2026年就该设计这种有品质的模型，你说是吧，阿力周？接着是腰部。在内侧有结构，确保弯腰一定的可动。接着就是简简单单装上外装甲，不过这里倒是有个腿部，在裆部的星星标志，以往有立体造型，这一次就是全平的，略微遗憾的点哦。然后是腿部，先看到大腿，放眼望去会看到很明显的分膜线，算是难以忽视的程度。有时间的话，还是拿砂纸打磨一下会比较好看。小腿的内部结构很特别。一开始组装的零件跟安装方式就很不同，
而这段外装甲居然是在膝盖，并且膝盖到最后会跟整个小腿外装甲结合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小腿装甲是独立可动，在把玩时可以增加更大的姿势张力。不过实际上把玩的手感没有那么好，在进行屈膝或是扳直腿部时，有时候会只动到小腿外装甲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哦。脚掌就是简单的上盖配上前脚掌跟后脚跟，至于整个脚连接腰部就是直轴关节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光看外观就知道致敬攻击钢弹的相依装备哦，只差在光束剑柄的位置跟配色不一样而已。大概也是配合这种较为 Q 版的造型，推进器的比例较来的大，主翼则略显短小，所以那个巨舰跟重炮要不要一起出一出？那在组装中间本体的过程中，会看到各处都有星星的标志，像是后方的喷射口、散热口上方以及连接处等。简单装上外装甲后，再来就是上方两侧的推进器，也是透过简单的分件达成分色，颗线也没有少给，简单利落的款式们。接着是下方两侧的推进器，本体也是很简单的分件，后方的小尾翼跟下方的副推进器，分件分色也是给好给满。仔细看还会有铆钉以及散热口造型，细节刻画也是不错。组装的背包上，则是以带有球形关节跟直轴的零件。组装完成后的背包重量偏重，模型内带有简易的单根支架，不过因为重心分配不均，绝对会倒哦。展示时还是需要将下方的推进器当成支撑点来展示，整台的平衡感也只能说没救，也是倒给你看哦。同样只能靠刚刚的方法维持着站姿。接着看手型，只有成对的持握武器手，跟一般钢弹手掌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手掌的造型是偏向人类的手掌，在4根手指与掌根有维持结构的造型。此外，在连接处有固定手掌的短轴，手臂内侧也可以看到凹槽，用来持握重型武器时，固定住手掌不会垂下。上次看到应该是去年的 RG 飞翼04 TV 版，不过这盒没有重武器，肯定是为了之后的合体设计的。只能说老万早就想好后面的规划咯。再来是手持武器，分别有 K-Lolo 专用光束步枪、K 龙斧、2把光束剑跟盾牌。光束步枪可以分解成 K 龙小手枪跟外部的增幅器，增幅器是简简单单的2片零件，装甲无缝跟刻线都很到位哦。前方的枪口零件连接头很长，但实际上组装之后会外露，不是很紧，掉到地上容易分飞，要注意一下。K 龙斧也是很明显致敬萨克的斧头，整把造型都很像哦。单一零件，平时不用时透过侧面的卡榫收纳在腰部后方。接着是光束剑，光束特效有长短各2根，跟主监视器一样带有些许的金属质感，基本上就是套 G-Quarks 的特效色来用的。除了安装在剑柄之外，光束特效还可以装在天线上变成光束天线，红龙变成绿龙了是吧？还可以装在喷射背包的前端，不知道剧中有没有舍弃背包进行突击哦。某黄大河就是用攻击钢弹这样做的，致敬一下肯定也是要的吧。平时不用时，剑柄有2个地方可以收纳，一个是喷射背包下方推进器的侧边，或是盾牌的内侧。再来是盾牌，这里组装上手感有点怪，不是很容易安装进去，要小心别装到白化。后方的握把也是简单的单一零件，特别注意的是握把是6边形，持握方式就是单纯的放到手掌里，这边别硬插进手臂旁的武器插孔。6边形跟圆形对上，终究其中一边会白化变形哦。接着来看一下补色贴纸，补色处跟空洞处。补色贴纸由于都是胶贴，其实贴上去质感还蛮不错的。双眼的部分有3种款式可以选，其中有表情的都是整张眼睛。再来是嘴巴下方类似发光条的部分，裆部的星星标志，光束步枪的瞄准镜，以及盾牌上的星星标志。补色处还是有，毕竟不是每台都可以获得汉摩拉比那种待遇的哦，不过也算少了。本体的部分就是武器插槽内的黑色，以及脚掌盖上端的灰色，脚掌中段的灰色等，小手枪枪口的粉红色。喷射背包则是前方散热口内部的黑色，上方推进器内部的黑色，喷射口中间的绿色星星，以及中央本体的下缘绿色等。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少很多哦。要知道以前是整个主翼都要补大面积的白色，现在补色区很小又偏少，真的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最后是空洞处，大天线后方老样子肯定有。接着也算是常态的脚底板，
而且这边如果要补的话，需要注意到脚掌本身的可动会不会干涉到，补太多的话就没可动了哦。再来就是盾牌的内侧，也是老万的老招数了，都不太意外。最后是特殊玩法，要搭配很久以前出的 Kilolo 机器人马克兔，正好我以前有买。至于补色，毕竟很久以前没什么技巧使弄的，蛮伤眼的，请见谅哦。上面搭载的小 Kilolo 可以整只拆下，屁股的凹槽配合新机器人驾驶舱内的卡榫，可以让小 Kilolo 进入新机器人里搭乘。上盖也可以盖起来，在搭乘状态下，可以透过主监视器看到小 Kilolo。对以前就有买的老玩家来说算是福音，我个人是很感动啦，真的有种换新机体爽的 feel 哦。但反过来说，没买过的玩家就会觉得老万又在强行卖旧模就是了。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部，由于头部跟躯干是一体，因此在前后摆动跟抬头低头，几乎就是等于弯腰跟后仰，幅度的话就是偏惨哦。侧摆的话，就是依赖球形关节，左右旋转就是正常水准的表现。再来就是刚刚看过的驾驶舱盖，可以往上掀起。再来是手部，前后360旋转没有问题。外摆关节因为没有配置，不过因为连接的直轴有点长，可以稍微往外拉之后，获得一定的外摆角度。肩胛主要是在向下搬动，来到80度。向上掀起的话，这是会带动整个手臂，最大也是来到80度。手背平举来到夸张的150度，超越常规水准。手肘弯曲两段可动，但因为手臂短小，也容易干涉，常常只会用到其中一段而已，最大就是大概100度。至于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就是正常水准。腰部由于没有前后侧裙甲，也没有什么尾巴，跳过。接着是脚部，虽然没有前后裙甲，但腿部也是偏短小哦。前踢的膝盖会干涉到头部，只有大概70度，后踢的话则是有90度，侧踢也是90度。根部360旋转没有问题，屈膝单段可动，配合小腿的外装甲，可动最大有150度，而小腿的外装甲本身在屈膝时有60度的幅度可动。脚掌的可动，由于跟屈膝关节是一体的，因此前后摆动无法达成，但可以向下搬动约90度，再动的话就会直接屈膝咯。左右旋转跟侧摆都是依靠球形关节，各自有一定的幅度。前脚掌可以上下搬动，向上有60度，向下则只有20度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上方推进器可以上下摆动，主翼则可以旋转360度，下方的推进器也可以上下摆动。由于是球形关节，也有内外摆的幅度，连接背包的地方也是可以上下调整角度，但这里手感很紧哦，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凹断了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Kilolo 新机器人的开箱了，整体下来身为老粉，我个人是很满意啊。对比之前出过的 Kilolo 模型，分件程度我几乎可以给到95分哦。那虽然说可动上有些地方就没有那么令人满意啦，不过这种二头身，也就是那种早期 BB 战士的比例，还能有这种不错的可动，我个人是很满足了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旧 Kilolo 可以搭乘新机体的这个玩法，对我而言是大加分呐。那如果你以前就有买过 Kilolo 的模型，那这一盒的话我是蛮推荐买的，品质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。那如果说你以前没有买过，然后对 Kilolo 的感觉也还好，甚至是不认识的话，那这一盒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推荐，毕竟这一盒就蛮粉丝向的，而且要买的话最好是买5只，这样才能玩大合体。组装体验上也没有到说一定要体验一次啦，所以如果说你不是 Kilolo 的粉丝的话，我个人就比较没有那么推荐。那下一盒呢，来开箱这盒 MR 魂的 H2 黑猎犬型，我个人很期待的一盒哦。黑猎犬我本来就非常喜欢的一台机体，帅又强，又是我很喜欢的海盗主题。不过如果教主专用的古夫猎鹰型到货的话，可能会插队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那如果这一支影片有帮助到你挑选模型的话，也希望你帮我点个赞。就这样，拜。